这里是 Chinese with 思涵，我是思涵，你的中文老师。今天是2026年4月3号，星期五。这是给想练习中文 listening 的人的 podcast。如果你需要这集 podcast 的 transcript、vocabulary 和 grammar points 的解释，请看 description box。如果你想跟我上中文课，你也可以在 description box 里找到我。现在开始吧。大家好，好久不见 ，long time no see。其实没有好久不见，我上个星期发了一个新的 podcast， 所以我们上个星期才见面。但是那个 podcast 是 intermediate podcast， 是给 intermediate 的学生的，不是给 beginners 的。所以对听 Chinese with 思涵的 beginners 来说，对你们来说还是好久不见。今天我想跟大家聊一聊广场舞这个东西。大家知道广场舞是什么吗？是一个很特别的中国的东西，是一种舞。舞就是跳舞的舞。大家喜欢跳舞吗？我不喜欢，因为我跳得很差。因为我跳舞跳得很差。因为我不会跳舞，所以我不喜欢跳舞。我觉得一般中国人没有外国人喜欢跳舞。当然，外国不是一个国家，外国是很多国家，不是中国的国家就是外国，不是中国人的人就是外国人。美国人、法国人、西班牙人、墨西哥人、印度尼西亚人、泰国人都是外国人。日本人和韩国人也是外国人。但是不知道为什么中国人说外国人的时候，一般不是说日本人、韩国人，我也不知道为什么。我刚才在说什么？我刚才在说，我觉得中国人没有外国人喜欢跳舞。中国人跳舞跳得没有外国人好。中国人跳得没有外国人好。大家知道中国有很多民族，我们说有56个民族，有汉族，比如说我就是汉族，我说汉语，所以是汉族人。大家学的中文一般也是汉族人的语言，也就是汉语。西藏的人就是藏族人，蒙古的人就是蒙古族人，然后新疆有维吾尔族人等等等等。中国的汉族人经常说，汉族人跳舞跳得非常差。我们经常说中国的其他民族都跳舞跳得很好，只有汉族人跳舞跳得很差。所以我们经常说中国
56个民族，55个民族都跳得很好，只有一个民族跳得很差。这个跳舞跳得很差的民族就是汉族。所以你很少看见汉族人跳舞，因为我们很多人不喜欢跳舞，也跳得很差。我们会去卡拉 OK 唱歌，对，我们经常和朋友一起去卡拉 OK 唱歌，我们很少跳舞。但是中国有一种东西叫广场舞。大家去过中国吗？如果你去过中国，你可能看见过广场舞。广场舞是什么？舞就是跳舞的舞，广场呢，就是天安门广场的广场。广场舞就是在广场上跳的舞。一般晚上吃完晚饭以后，7、8点的时候，你去一个广场，就可以看到很多人在跳广场舞。跳广场舞的人一般是50、60岁、60、70岁，甚至70、80岁的阿姨、老阿姨。你经常能看到晚上7、8点的时候，在一个广场上，可能20多个阿姨、老阿姨或者大爷，大爷就是60、70岁的男人。你经常可以看到20多个阿姨、大爷在广场上跳舞。中国人吃晚饭吃得很早，一般6、7点就吃晚饭。晚饭后，很多人喜欢运动一下。我们觉得晚饭以后运动对身体好，所以我们很多人喜欢晚饭以后出去运动一下，一般是散步，走一走。有的人会在自己家附近的公园走一走，走半个小时、1个小时，运动一下。有的人会去跳广场舞，特别是50、60岁、60、70岁的阿姨，会去自己家附近的广场跳广场舞。其实不一定是广场，公园也可以。为什么？一是因为我们喜欢晚饭后运动一下。很多中老年人，中老年人就是中年人和老年人，中年人就是50、60岁的人，老年人就是70、80岁的人。很多中老年人觉得跳广场舞对身体好，我也觉得跳广场舞对身体很好。还有就是这个舞不难，不是很难，它不是像 jazz、cha-cha、salsa 这样的舞。这些舞你要学，你要学很长时间才跳得好。但是广场舞很简单，你吃完晚饭出去散步看到很多人在跳舞 OK， 你也可以去跳，完全没问题。
我虽然跳舞跳得很差，但是我觉得我也可以去跳广场舞，完全没问题。所以很多老阿姨很喜欢去跳，因为不难，还对身体好。第三，是因为跳广场舞也是一种交朋友的方法。很多老阿姨，很多大爷，因为跳广场舞交了很多朋友，很多新朋友。大家知道中国有很多老年人，而且中国人50-60岁就不工作了。中国女人以前50岁就不工作了，现在可能55岁才不工作。但是以前50岁就不工作了，50岁还很早啊。那不工作了，做什么呢？没事情做啊。所以很多50岁不工作了的阿姨就会出去跳舞，交朋友。我每次看到跳广场舞的人，我都觉得很好，他们的生活很不错。有的人不喜欢这些阿姨大爷在他们家附近跳广场舞，因为很吵，因为跳舞的时候他们的音乐非常大声，所以有的人觉得很吵。这个确实，我觉得如果我住在附近，每天都有人来跳广场舞，音乐很大声，我也会觉得很吵。但是我觉得老人能每天都出去跳舞，每天都去交新朋友，很好。好，今天就到这里吧，大家下次再见。